于朦胧案一直被压制，有深谙内情的公检法人员透出了真相，牵涉到中共最高层。而一位特殊的朋友更是具体的指出，至少有6大权贵家族的8个后人涉入了于朦胧案件，他们之间的权斗就成了于朦胧被灭口的导火索。今天的内容都是独家内容，一直到节目最后都非常惊人，所以请大家坚持看完。我也希望大家呢订阅一下我这个频道，我需要您的支持，您也需要我的帮助。我们呢是相互依存的。这个频道存在的意义就是关注中国的时政民生，为中国百姓发声。8年多我从来都没有变过。大家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可以发到我的爆料邮箱 xwkd2017@gmail.com， 我来替大家说。我的副频道牧羊看点每天更新2、3档节目，也请大家关注一下，点赞、订阅、转发，同样都有力量，可以帮助更多人看到我的节目。另外呢，黑五购物季到了，我会不定期的在社群贴文发放各种限时优惠、折扣码和福利链接，只有订阅的观众才不会错过。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26号星期三，亚太时间是11月27号星期四。感恩节到了。昨天呢，有一位台湾朋友发邮件问我说，今年最感恩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下，需要感恩的不是一件事儿，也不是一个人。我呢，首先要感恩大家对牧羊的信任和支持，使一键翻墙众筹项目的募款是不断增长。从8月14号推动这个项目到现在啊，我们已经募集到了几万块钱了，其中不乏1000元、2000元的这个大额捐款。那这些善款呢，我们都已经在发挥作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都通过了一键翻墙看到了海外真实的讯息。还有呢，说到这个一键翻墙，我给大家再透露一个好消息，现在呢，一键翻墙有专属的链接了，翻墙链接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呢，这个技术团队特别声明，需要大家花钱来买，这个呢是非常安全的，非常的有效。我会把这些安全的链接，需要特别专属的链接放到今天的视频下面，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那其次我要感恩大家就是对牧羊的关心了。连续2个多月我都在追踪于朦胧事件，其中扒出了不少的黑幕。有很多朋友呢，因此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可靠的信源，既希望呢我每天呢多说一些，多扒出一些黑幕，同时也为此呢有点担心。有一次啊，因为我有一些私事呢需要处理，就临时暂停了1天的节目，事先也没来得及跟大家通知，所以害得很多朋友四处去找我，有的在视频下面留言，有的是给我发邮件，甚至还有人呢找到我的自媒体朋友去询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等等，都在关心我。我的一位欧洲朋友啊，看到了很多朋友找我，就说我人气很旺。我确实是非常感动，真没想到大家这么看重我。那其实呢，刚才说的这2个感恩，只是我能想得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平时就跟大家已经提到了，感谢的人很多，感恩的事儿很多。比如不断的向我提供爆料信息的各位朋友，但是我又没有办法一一去细数，所以在这里呢，牧羊的代表新闻看点团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感谢关注支持新闻看点的每一位朋友。在未来的时间，牧羊会加倍的努力，揭露更多的黑幕，呈现更多的真相，就以此来作为对大家的一点点的回馈。下面咱们就进入今天非常重要的话题，先从一位朋友的重要邮件说起。这位大陆的朋友呢，在北京多年了，他的家人是公检法人员，对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很了解。这位朋友的家人表示啊，普通人在北京谋杀是不可能被掩盖的，因为目前刑侦内部要求是破案率100%，所以一定被定性为刑事案件就有必破的压力，不然上头会不停地给你施压，你未来的仕途也受影响。
朋友的家人指出，除非是中共高层的成员，不然刑事案件绝对没可能压住，尤其在北京，因为现在高层之间的内斗很激烈，谁要是压这种案子，可能会被政敌当成狙击你的弱点，给你祖上几代全部颠覆。现在做生意的人都很小心，红二代、红三代、红色背景的人，不像过去那么吃香了，现在没人敢站队。邮件中接着写道，如果要杀掉一个艺人、公众人物，还想不被立案，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这个人有中共最高层的背景。第二，通常是在威亚坠落一类的东西上做手脚。朋友表示呢，这是目前刑侦技术容易被判断为意外事故的方式，基本上不会被立案。朋友提醒我呀，可以了解一下于朦胧是不是有威亚莫名坠落的情况，有可能是一次杀人不成，后面急了采取的推下楼的方式。关于威亚断裂、于朦胧坠落的这个情况呢，之前我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提到过了。在拍戏的时候，于朦胧的那个使用的威亚就断落，从3层楼高的地方，于朦胧摔在了地上，受了很重的伤。朋友在邮件中呢，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北京女演员白净的死亡案。朋友表示对这个案子有大把握，是白净出轨，并连同健身房教练诈骗她丈夫周成海900多万，并在医院气死了周母，导致周成海报复性砍了她。朋友表示，当年北大青鸟健身房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叫雷子的人是周成海的熟人，知道所有内幕。那提白净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朋友担心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混淆视听，搞得像所有人在造谣夸大于朦胧的案子。这里呢，我要谢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这些信息，特别是他的公检法家人对于朦胧案件的看法，这些都很重要，为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也让我们看清了一些问题的实质。就根据这位朋友的家人的看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于朦胧被虐杀一直不立案，北京朝阳警方始终没有案情通报，在各方质疑声音铺天盖地的情况下，信息仍然一再被压制。这种情况的背后，很可能就是有中共最高层的因素。大家知道，中共统治下，政治影响司法是人人皆知的。公检法体系决策要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政治环境啊、纪律监督啊，还有上级审查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领导的态度，权力大于司法。我们都知道北京市高官云集，在这种地方要办什么事情，那就是比谁的官职大，谁的官阶高。于朦胧有2700多万的粉丝，案件的全球关注度早就超过了600亿。那这么巨大影响的案子能够给压下来，背后的势力有多大，其实已经是显而易见了。说到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第2个更重要的信息，这也是一位朋友的来信。这位朋友的信件内容与刚才那位北京朋友家人所提供的信息是可以吻合的，但是这个朋友啊，他比较特殊，有着特殊的体质，我们呢可以称他为灵媒，但是这位朋友从来不这样自称自己，他想低调的活着。大家知道我是有神论者，但关注于朦胧事件2个多月中，我极少提灵媒谈论的情况。为什么呢？主要我不想带偏风向，希望大家的注意力能够集中一些。但是这位朋友的信件内容非常敏感，我跟这位朋友反复进行了多次邮件对话。另外，这位朋友一直都使用正体字，对话中的使用的语气呢，我感觉是比较柔和的。这种柔和很像是台湾人的说话方式。就鉴于这几点，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这位朋友的信件内容。但是刚才说了，这位朋友他希望低调啊，所以呢，我就隐藏了他个人的资料信息。另外，这位朋友所讲述的内容，我是没有办法进行查证的，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呢，就当我是在讲故事好了。这位朋友第一封邮件是在21号发给我的，名字就叫关于于朦胧事件的内幕名。信中是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有叶红、王京阳、席明泽、张燕南、薄瓜瓜、邓卓棣、姜志成、王京军，指出这些人就是案件的主谋，红二代、红三代之间的权力斗争。后面的内容非常有意思，大家千万别错过。我先插一个广告，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的黑五促销已经开始了，美国地区单笔消费额达到450美元，会送给您一小盒这样的深黄酒蒸蜜参片。如果达到700美元，除了会送给您这样的一盒深黄酒蒸蜜参片之外，还会送给您这样的一根深黄酒蒸蜜黑参。如果要是达到1000美元，会送给您2小盒这样的深黄酒蒸蜜参片和一整根深黄酒蒸蜜黑参。跟大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赠品已经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商品卖得太火了，前面的赠品都已经送完了。那再预定的朋友，您就将收到这些新的赠品了。中国大陆呢是2盒起计，4盒包邮；香港和台湾地区2盒起计，但是不包括邮费。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这样您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了。所以大家请抓紧预定。但我还得告诉大家，即使现在下单预定，也得等到12月才能发货。为什么呢？因为这款产品它确实非常好，卖得非常火，复购率相当的高。前2天就有一位台湾朋友用我的优惠码一次性买了24盒，大家想想这是有多火吧？说明这个产品是深受大家的欢迎。前几次我们都是在收到货之前就这样已经被抢购一空了，所以现在只能是预定。还有呢，就是这个产品有多好，我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红海参修复饮。我有一位观众他的先生曾经罹患肠癌，手术后呢需要长期调养，他就一直购买阿拉斯加红海参给先生使用，效果当然很好但是处理新鲜海参很麻烦。他看到我推荐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就立刻打电话下单了。他说我太清楚红海参的这个修复功效了，这次有现成的产品根本不用犹豫。所以大家想一想手术后的朋友或者是刚生产的女性朋友，您应该考虑一下，可以试用一下，因为它确实对人体的修复有着明显的功效。至于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经常被抢购一空，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厂家使用的红海参呢都是纯野生的，是当地海女以传统方式潜海捕捞来的，不是那种用激素养殖的海参可比。而且现在天气冷了，再加上潜海的危险性，使捕捞的产量也有限，就这些因素造成了产品总是供不应求，所以呢需要大家预定。接着来说这个名单，我不瞒大家，这份名单当中的8个人，我呢其中知道有席明泽、张燕南、薄瓜瓜、邓卓棣和姜志成，这5个人的情况我都是了解的，但是叶红、王京阳和王京军这3个人是谁，我确实不知道。而这位朋友可以准确地说出他们的名字，这也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我查阅了资料才知道，叶红这是前中共领导人叶剑英之孙，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之子。王京阳是叶选宁之女叶静子的前夫，他也是前中共上将王震的长孙，王兵之子。席明泽那就是尽人皆知了，习仲勋的孙女，习近平之女。张燕南是习仲勋的外孙女，她的女儿齐条乔与前夫张楚所生。齐条乔是习近平的姐姐，所以张燕南是习近平的外甥女。薄瓜瓜是薄一波之孙，薄熙来和谷开来所生。邓卓棣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小平次子邓志芳的儿子。姜志成是江泽民之孙，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所生。
可是最后这个王京军，我查不到他任何的资料。但是我知道王振之子王军有一个女儿叫王晶晶，我不知道王晶晶和王京军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确实是王振的后人，那么于朦胧案就涉及到中共的6大权贵家族，分别是叶剑英家族、王振家族、习仲勋家族、薄一波家族、邓小平家族和江泽民家族，全都是中共最顶级的权贵家族。这6个家族当中，叶家对习家应该说是有恩的。文革之后呢，叶剑英是坚持为习仲勋平反，并且在后来和习仲勋互相为对方的长子安排了政治未来。作为红2代当中的大哥级人物，叶选宁给了习近平很大的支持。他先是保习近平上台，后来又力挺习近平反腐。但是其他4个家族，王家、薄家、邓家和江家，应该说对习近平是相当不满的，甚至可以说对他是有仇有恨的。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发动的反腐打虎，使这4个家族都有很大的利益损失，蛋糕都被冻了。因此这4个家族可以看作是习近平的对家。王振、薄一波和邓小平，他们是中共元老当中的长期搭档，他们的后代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但是这3个家族跟习家向来不睦，他们的父辈之间就是交恶已久。习近平上台之后呢，王家、薄家和邓家，他们的后人是太子党中反习的主要力量。至于江泽民家族，那跟习近平之间的争斗也是由来已久。习近平上台的前5年，反腐打虎的运动主要就是针对着江派的官员，几乎把江泽民打成了秃尾巴狗。习近平对江家也是毫不留情，使2只小蛤蟆江绵恒、江绵康不得不吐出嘴里的肥肉，也迫使着小蝌蚪江志成把捞钱的机器博裕资本被迫迁到了新加坡。那么这样说来就比较明显了，如果这8个人是杀害于朦胧的主谋，那就意味着中共权贵家族后人之间在进行激烈的内斗厮杀，可能是王勃、邓江的后人在针对习近平搞事儿，而习近平的后人习明泽、张燕南在进行反击。至于叶家站在了哪一方，目前不得而知。不过这些权贵家族的后人，他们并没有亲自动手去杀害于朦胧，因为他们不可能亲自动手，也不需要他们亲自动手。他们想杀人，只要安排一下，就有很多人会替他们去，何况他们还有保镖，身边还有杀手。朋友在邮件中表示，动手杀害于朦胧的是这些红后代的保镖，他们是真正的杀手。邮件中写道，把于朦胧丢下楼的便是以上名单的保镖杀手，共6人。朋友表示在这个 AI 合成普及的社会，别再针对那些台面上的名单，能公开的都是棋子。朋友强调，没有帮谁洗白，毕竟留着命比什么都大。邮件中还指出，为何有这么多艺人不表态，这一点就能看出来。邮件中说，那些公开可疑的名单不过就是挡箭牌而已，那些人早就拿钱躲风头去了，至少不用丢命。那么中共6大家族后代的权力斗争为什么会牵连到于朦胧呢？他们为什么要杀害于朦胧呢？朋友在邮件里面说的非常明白，于朦胧的确是掌握了一些令中共高层感到威胁的证据。邮件中这么写道，朦胧自己本想自保用而已，并没打算公开，但没有人会读心术，既已知有威胁，自然。朋友还指出，习明泽是想把于朦胧掌握的证据洗钱搞大的那一位。朋友还表示当下名单台面上的人在客厅被保镖杀手挡着，朦胧在另一个房间被保镖杀手推下楼的。台面上的那些人
跟真的把朦胧推下楼的人根本不一样。这位朋友在确定我是有神论者之后，讲了一些跟于朦胧第一次对谈的情况。于朦胧安慰这位朋友说，别难过，你这么难过，我也会跟着难过的。朋友很不甘心这个世界的不公，硬是要求于朦胧给出真凶的名单。于朦胧只给了3个关键词：习近平、赵家人、洪家军。这位朋友表示知道习近平，但是对赵家人和洪家军这2个关键词完全无感。上网查了1个礼拜才知道，那是代指那一群人。邮件中表示，最终问了鬼差的主事人，类似阎罗王，才有了第一次提供给我的那个名单。至于于朦胧是否被献祭，鬼差的主事人表示，别想太多了，献祭之说是3代想夺权的行为导致的，舆论带风向，硬是要把舆论导向习近平那一派。邮件中还写道，于朦胧对朋友谈了U盘的情况。于朦胧说，我的确掌握了一些证据，但是没有把 U 盘吞下去了，我只是不懂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丢下去2次。看了朋友的这些邮件呢，我还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情况，比如于朦胧被虐杀的时间线，可是朋友回复不愿意说的太详细，能提供的讯息只有当下的真相。朋友还特别指出，于朦胧事件已经注定是无凶手无真相的结局了。上面这些呢，都是这位朋友在邮件中对我讲述的情况，我没有办法证实。但我知道于朦胧案件影响这么大，却不断的被压制。那些墙内替于朦胧发声的人不断的被请喝茶，背后一定有超级大伞。所以我早就说过，于朦胧案最终可能不会有真相。但是呢，我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即使最终是没有真相的，我们现在依然要发声。墙内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打电话写信，墙外的朋友要保持高度的关注，不断的推动全球联署。那现在不带朦胧全球联署已经超过70万了，我们呢还要使这个数字不断的扩大，使联署达到100万、200万，以至更多。我们做这些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呢，这是在展现滔滔民意；另一方面就是在唤醒人心。通过这件事儿，人们可以看到中共的邪恶，从而远离这个魔鬼，免受其害。那最后呢，我还是要告诉一个大家好消息，神韵回来了。2026年神韵巡演已经开始售票了，请大家查看一下神韵官网，看看自己身边的演出什么时候开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世界顶级的演出，每年一套全新的节目，惊人的视觉效果加上思想的深邃，可以让人领略到中国壮丽的历史，唤醒人们心中那份久远的记忆。美国的朋友呢，在网络订票的时候，您可以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MY2026， 这样是可以免去手续费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深挖爆料的朋友，也感谢大家坚持看到最后。请大家离开前别忘了给我的节目点赞转发好吗？这是有力量的。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